这一战当中最大赢家是谁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在这个关税大刀之下，能够幸存下来，而且或者可以毫发无伤，还赚得盆满钵满。2个国家，好，今天就带您来看到底是谁在这一片漫天飞舞的刀光剑影底下可以幸存下来了。好，那一个是印度，一个就是巴西。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印度，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很像人的一生的运气一样，人家讲国运。那每个国家呢都会遇到他们历史的转捩点，有的呢是这个事件之后呢，那个国家可能国运是一落千丈，有的国家呢则是等来了1000年、100年难得一遇的一个不得了的机遇。那印度呢？我自己看，我觉得他就等来了这样的一个机遇了。有人形容说现在一些这个国外的媒体像西方媒体，他们都觉得印度呢现在是来到了黄金窗口。好，他们是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它。那为什么叫黄金窗口呢？它的意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贸易关税底下，印度呢，它终于过去呢，它一直希望可以取代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就看到它怎么样努力。都前面一座大山在那个地方矗立着，就是没有办法越过中国。他现在唯一胜过中国的是什么？就是我人比较多，我人海战术，我们一个一个单挑，我人比你多，最后我就多了嘛，哈。现在就是人口比你多，其他什么都输给中国。于是乎呢，现在川普来了这样的一个关税无差别的一个对等，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印度应该是他的机会来了，所以才会说他的黄金窗口来了哦。好，那终于等到机会。他可以找到那个机会翻转，永远被笼压在底下。现在是像要翻身了吗？好，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到这个现在这个中国再怎么样，这个川普软化了，说145%的关税，我 maybe 是会让它降一点，但是呢，降也不会降到0，所以呢，现在大家预测是未来中国的关税可能是介于50%、60%之间看看怎么谈。那印度呢？印度目前呢对等关税的税率是26%。怎么样都比中国要低。再来就是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他跟这个印度呢有着这个千丝万缕的这个晚上的关系。怎么样讲？因为他老婆是印度裔啦那生的小孩全部都是有印度血统的嘛，对不对？都吃咖喱的嘛，所以呢，他这个最近带着这个他老婆小孩回到了印度去感觉很像回娘，带着老婆回娘家探亲。好，那于是呢，他要去谈出一个美印的贸易协议，据说有非常大的进展。好，那于是呢，这个印度呢也应该会是这个美国他要打压中国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盟友。所以呢，现在看起来他似乎等到那个机会，他终于有机会在美国川普压着大家底下，把所有的厂从中国挪出来，挪到印度，让它变成世界工厂。他等到这个机会，但是老天爷要丢礼物给你，你也要有本事接住才行，不然的话你接不住，你可能就跌到地上，然后被礼物给压死。好，为什么这样说？你要成为世界工厂是有一些条件的当初呢，你可以说这个时机，然后呢，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的一个荣景，然后接下来迎来是整个经济的崛起，乃至于到今天甚至可以挑战美国的地位那印度呢？印度现在呢，大家都一直说，对你人口很多，那就代表你劳力非常多，你可以 OK。那你人很多，就你市场很大，对吧？那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有问题的是什么？印度呢，它很大的问题是它的劳动力你要除以2。为什么？他们女生不是劳动力的它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重男轻女，整个社会的歧视。他们觉得女生你就待在家里面，不要出来抛头露面，像什么话，对不对然后呢，女生就算要工作很危险的，对不对？你这晚上回家，你要担心说旁边那个路人突然间冲上来把你怎么样性侵，恐怖死了。好，那于是呢，你看到他们的劳力，女性不算是一个劳动力女性的一个参与工作的一个比例非常低。再一个就是他们呢，这些种姓制度呢，都还深植人心，所以你在管理上非常麻烦。他们就会讲说，我那个种姓制度，我成绩比较高，我可不要跟那个低阶层的人一起工作。问题是你生产线上，你旁边坐的人，你说种姓制度，我不要跟他一起工作。
什么跟什么鬼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印度啊，他们的官方语言有22种，你真的是你要管理人，请问一下，你要学多少种语言啊？你的人通通讲不一样的话，你怎么搞定啊？所以其实管理上也是一个大麻烦，这些都是现在印度它必须要克服的。你要成为世界工厂，你要克服这些问题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黄金窗口打开了，那印度真的能够完全承接这些黄金吗？就不知道了哦。好，那除了印度之外呢，印度现在的一个优势就在于我们刚刚讲到它的税率是比中国要低，然后呢，它现在还在谈更低，但是它26%。也比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也同样都是想要成为世界工厂的，比如说像是越南啊、柬埔寨啊，像这些国家，印尼啊、这个泰国啊，这些国家都来得低。东南亚这些有本领跟他 PK 的这些也都是劳力成本比较低的国家，他们的税率都比较高，所以印度呢，它这个就是等来它的机会了哦。好，那再来我们就看巴西，巴西的机遇呢也是非常妙。过去一段时间，巴西呢，它出口的东西跟美国出口的东西，特别是在农产品上，其实是部分重叠的哦。都卖玉米，都卖大豆。好，那这些东西呢，本来中国跟美国买很多很多，后来呢，我们看在上一次川普的时候呢，不是也是打贸易战吗？那个时候中国就要找替代来源，所以找到巴西买很多。然后呢，现在呢，据说在川普呢他确定当选之前，最后连任前还在打选战的时候，中国就觉得我要先准备起来，所以呢，据说啊，这个在这个川普投票日之前3个月，中国就已经去跟巴西下订单了，把接下来该买的全部都给买来了哦。我就是预备存粮很多，对吧？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巴西，它可以承接非常多中美之间的一个这个贸易完全切八段之后啊，这个中国的订单可以拿到很多。再来一个是美国对巴西没什么意见，因为川普不是说了吗？我要解决这个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对巴西是贸易顺差，所以呢，这一点让巴西它得到的对等关税只有10%基本消费。有没有11？没有。有没有12？没有。我就是10%，就这样。所以呢，巴西应该也可以在这一次得到了一些蛮好的利润哦。比如说呢，巴西也出口很多牛肉，那不跟美国买牛肉，中国人就跟巴西买牛肉，甚至呢还有一些国家觉得美国跟你之间的贸易这个税率太高了，所以我要去找一些替代的。又看到了巴西，牛肉很不错啦，哦，农产品很不错啦，这些东西呢都是从本来跟美国买，现在转跟巴西买。好，那于是乎呢，我们就看到这2个国家都等来了他们这个国运的一个翻转的一个时机点了。那我们就来重点谈谈哦。这次呢，这个在印度的翻转呢，其实要看苹果的脸色哦。到底呢，这个印度有没有办法成为世界工厂？你要看看苹果 iPhone 到底要在哪里制造。iPhone 呢，你会说，不就是一只手机很重要吗？它很重要的，因为那只手机呢，它背后代表的是非常大的一个供应链，它的背后代表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商机在那里。好，那我们来看苹果。苹果过去呢，它几乎手机都在中国制造哦。那这个它过去的一个这个制造基地呢，大约就是中国、印度跟越南。那印度怎么跑出来？越南怎么跑出来？本来都在中国，但后来呢？大家记不记得，在上一回大概2022年那个时候，疫情呢让中国完全实施封控，所以呢，苹果就觉得天哪，我要做 iPhone 手机，结果你封控，工人不能上班，那怎么行？所以就开始慢慢的把他们的一个工厂产线往外挪到了越南，挪到了印度去。好，但是呢，中国还是那个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好，那个时候呢，你看到大家就陆续说印度有没有可能多做一些产线，但是呢，苹果一直没有这样做，是为什么？就是我刚刚讲的，印度有很多麻烦嘛，你在那个地方做手机，说不定这个手机这个包装拆开，说不定不知道了哦。好，那印度人不要骂我。好，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现在你要完全让这个印度制造组装手机有一定的困难，但是现在被迫一定要在印度扩产才行。所以呢，现在印度应该在2025年它会拉高1倍，本来它的一个这个生产的一个这个手机的一个数量呢，在今年应该可以翻倍成长，但是呢比例还是低的啦。那现在呢，苹果它希望可以达到的目标是2026年所有卖到美国的 iPhone 手机
都是印度制造。那另外在中国制造的 iPhone 手机卖给谁呢？就卖到中国市场，亦或是卖到了美国以外的这些市场，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哦。但问题是哦，你在印度制造手机，做这个 iPhone 手机，你的成本，光是成本就会比在中国组装呢要多上5%到10%的成本。好，这还只是组装的部分哦，你还没想到在背后还有很多组装 iPhone 的零组件是在中国制造的。也就是说，你要在印度制造这些手机，你要从中国把这些零组件运到印度，然后把它放到印度工人的手上去，把它组装成一只手机。所以这个运费再加上去，你知道呢，会让这整个 iPhone 的一个成本再往上垫高。好，那另外有一说，你不要在印度制造，你就回到美国做工厂不行吗？那就是更不现实的事情了哦。在美国要盖工厂，你真的是非常困难，尤其是啊，这个苹果它花了过去20年的时间，在中国呢，它组织起了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供应链。你看，有这个做零组件的工厂的，然后呢，做完零组件的工厂，我就交到另外一个工厂，就把它组装起来。组装了起来之后呢，我再怎么样卖到哪里去？那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供应链在中国。所以你现在要把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拆散到不同的国家去，亦或是你要在印度，亦或是你要在美国再把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生出来，哇，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任务了哦。你去找一下这个阿汤哥来试试看哈。好，那于是很难。那如果呢，大家去帮他算一个这个算一本账，说好，那我就不管，我就是要把所有东西我在美国制造，那你的 iPhone 价格会是现在的3倍，谁买得起？谁买得起？我就问。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哦，一点都不现实。所以呢，可能回到印度去制造，可能对于这个苹果来讲还是比较可行、能够吸收的一个成本了哦。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到现在这个川普总统希望所有的厂都回到美国嘛，那给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优惠嘛，给补贴嘛，对吧？大家还记得鸿海当年在川普总统第一任的时候，他答应要到威斯康星州去设厂，那个时候呢，这个给了很多的一些补贴嘛，给一些租税的优惠。但你知道吗？现在的鸿海他去跟威斯康星州的州政府要申请这些补贴，人家不认欸。对，当初不是总统打包票，那个时候的总统川普总统打包票，威斯康星州的州长签的吗？不好意思，政党轮替了。威斯康星州那个时候的是共和党，现在已经变民主党了，所以谁管你当初谁认啊？我们来看最近啊，这个富士康去这个申请补贴就不过了嘛，那他就给你很多条件，他说你啊，投资额还没有达标，你雇佣的人数也不够。所以呢，你的厂盖的不够大，所以我就不让你这个申请补贴。然后鸿海就说没有，我那个雇佣的人数已经够啦。然后他就说没有啊，他们都没有住在威斯康星州，也没有在这里工作啊。美国人现在习惯远距工作，你这样要求我，所以反正你看看这个故事只是在告诉大家。美国要求你去设厂，然后一开始跟你讲很多画大饼啊，我给你这个啊，我给你那个优惠啊，我如何你就来了之后呢，这个美国民主社会啊，这个选举选来选去啊，你这个上面的主事者是会换的啊，换了一个人哦，当初的这些优惠是不认的哈，所以呢，你看看这个鸿海现在也是骑虎难下，当然他没有投资到当初答应川普总统的100亿美元，但是他也投入了不少，但是投入了之后呢，现在补贴都申请不下来。我们台积电到时候会不会变这样？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咯。好，那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关注的是什么？就是苹果接下来的财报到底呢，它会对接下来的市场做出什么样的预期？关税呢会让苹果的一个业绩短时间暴增，因为大家都担心接下来 iPhone 变很贵，所以现在赶快去买。但是接下来下一代的 iPhone 呢，可能真的变贵，那可能卖的不会那么好，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苹果的一个这个业绩短暂很好，那叫短期的拉货效应。但长期来讲 ，iPhone 如果真的变贵，它的一个销售量会不会降？那我们就真的不知道。所以你要看到接下来苹果的财报它会怎么说它生产基地的一个这个迁移，然后怎么说它对于接下来这个 iPhone 手机销量的一个预估，这都是我们可以评估的。它怎么个挪法，你就知道，到底谁在这次的关税战当中可以活下来了。不过呢，这个讲到了这个印度呢，近期它要成为世界
界工厂还有一些麻烦事要解决，比如说它的一个政治问题。你说它什么政治问题？它的一个地缘政治问题，不仅仅是跟中国有一些这个边界上冲突，它跟巴基斯坦更是哦。巴基斯坦呢，我们看到他们中间有一个重叠的一个叫克什米尔地区，那这个地区呢，他们有实质的一个操控的一部分就很像这个中印边界这个实质控制线，你的这一半，我的那一半那近来呢，在印度的实质控制区域当中出现了恐怖攻击事件，然后呢，这个恐怖攻击事件刚好发生在美国副总统范斯访问印度的时候，于是呢，这个印度就说就是巴基斯坦你搞的，这可恶可恶这是一个如果你是这个工厂老板，比如说你是库克，我想要在印度扩大投资，但是你这个地方3不5时有个恐怖攻击，你会觉得很可怕。对，所以这呢会不会是未来如果你真的要成为世界工厂，你的政治、你的地缘政治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会不会是一个隐忧？那另外呢，就要带您看到了，你说真的我要把东西产线全部挪到印度去的话，还会碰到一个问题。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设备，制造 iPhone 的设备都是中国做的。好，那现在呢就发生一个问题这个苹果一声令下说，你把那个中国的产线呢，这个挪到印度去。好，那富士康就去提申请，哎呀，我要把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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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挪到印度去，然后呢 add 了1、2、3、4、5这些东西要搬过去，不好意思，北京政府不同意耶，那你就不能挪以前呢，你要挪这些东西，要买这个东西，要送去那个地方，通通大概2个星期左右就可以核准。但这一次呢，是花了这个4个月都下不来。那不止这样，甚至有一些没有理由、没有原因，我就是不准，嘿嘿，老子心情不好就不让你卖过去。所以呢，现在变成我要在印度把产线再建起来，买不到设备。因为设备要跟中国买，好了，那这个中国就不让你卖，所以呢我就没有设备，好，我就有一个空荡荡的厂房，讲话都有回音，然后就没有设备可以做 iPhone， 所以这也是一个大问题了那这个现在苹果也在想了，那不跟中国买这些设备怎么办呢？他就要求他在中国的设备制造商，你要到东南亚去设厂，然后未来呢，把制造 iPhone 的设备从东南亚再运到印度去反正有各种方法，甚至他们也考虑要不要跟台湾买，要不要跟日本买，要不要跟韩国买。所以你看到了这个世界工厂的挪移，应该这样讲，世界工厂当初的一个成立。不能讲成立，世界工厂的水到渠成，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这个有今天的规模。那你现在呢，要开始打散，亦或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你要重新再建起来的一个时间，可能都不是这几个月、几年有办法做起来的。所以呢，要么就是东西变得很贵很贵，要么呢就是再看看地缘政治如何转变了好，那么这是今天的一个帮大家准备的内容，希望你喜欢咯。我们下回见，拜拜。